他叫杨天东，在这个饭都吃不上的60年代，15岁的他竟要带着弟弟妹妹们分家另立门户，只因母亲离奇去世仅7天，后妈便带着3个孩子进了家门，而这也是兄妹几人噩梦的开端。此刻重生的杨天东，因为摔断了腿，被父亲领到猪圈的土炕上，可他必须马上把五妹从后娘手里要过来。前世我因腿伤昏迷不醒，导致仅6个月的五妹连续3天被后娘抢了口粮，最终被活活饿死。这是成为了他心中一辈子最大的伤痛。年过半百念，及于此依然泪流满面。就在他考虑如何行动时，房门突然打开，竟然是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的弟弟妹妹。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刚才郎中说你晚上还不醒的话，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弟弟杨天勇如今12岁，5年后因为家里人要把大妹给卖了，弟弟因此将父亲和后娘打了一顿，随后被抓去判了刑，死在狱中。三妹杨天梅今年10岁，5年后被强行卖给人牙子，从此不知音讯。而四妹杨天慧才5岁，14岁那年被卖给隔壁公社的一个老官夫，因不堪折磨，匆匆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悲剧还没发生，一切还来得及。这辈子我一定让弟弟妹妹们过上好日子。大哥不要哭了，你已经1天1夜没有吃东西了，快把这碗稠粥吃了吧。今天食堂的粥里面没有加玉米芯粉和树皮，全是玉米茶籽和野菜，可好吃了。闻到粥香味，杨天东的肚子顿时条件反射的咕咕作响，可稍稍一用力准备起身，左腿伤口处就立即如同针扎一般刺痛。大哥，我扶你坐起来，让三妹喂你吃。不用，你们3个先出去一下，在外面把门带上，等2、3分钟再进来。杨天勇挠了挠头，满脸疑惑地带着2个妹妹走出猪圈。时间有限，我得抓紧时间恢复一下自己的状态。杨天东意念一动，而后出现在一片独立的空间里。前世意外获得了一个神奇空间，于是他将所有的钱全部换成生活物资，装进空间后便前往终南山隐居。可没想到途中大巴车坠入山崖，就这么重生到了60年。喝了一碗灵泉后，杨天东身上酸软无力的感觉消失了大半，左腿腿骨的断裂部位也开始慢慢的愈合。最后吃了几块月饼，便又出现在猪圈的土炕上。二哥，有2分钟时间了吧？大哥怎么还不叫我们进去？应该有2分钟了，大哥马上就要好了。二哥，你看。杨天勇扭头就看到父亲杨定发和刚进门3天的后娘罗招娣，带着3个小男孩跨进院门，说说笑笑的径自回屋，手里端着半碗白米粥。那是大队里给小妹的白米粥，他们肯定1粒米都不会给小妹的。二哥怎么办呀？这对黑心肝的烂人，等大哥好了，一定会把小妹救出来的。你们都进来吧。听到动静，3个小家伙立即推门进屋。大哥，罗寡妇带进我们家的3个小崽子都把小妹妹的米粥吃光了，小妹妹这2天都只喝了几口我喂的水，1粒米都没有吃到。我们这就去找爹把小妹要过来。小勇，你去隔壁柴房给我找一根扎实点的木棍来。大哥，你想要拐杖是吧？这里。你想得很周到，竟然提前把这东西给我做出来了。赵爷爷说大哥即使能活过来，以后也注定是个残废人，我就开始给大哥制作拐杖了。可是我又不想你真的用上这东西。别担心，大哥会好起来的。对了，你们3个先把这碗粥分着吃了，吃完我还有话要问你们。二弟和三妹连忙摆手推辞，四妹倒是眼沉得很，不过还是强忍着没有伸手。大哥，这是你的午饭，是食堂最好吃的饭，你昨天1天都没吃，我们怎么能吃呢？我刚刚吃过了，你们吃吧。真的吗？大哥，你可不要骗人哦。我骗你们干什么？难道我是傻的？肚子饿还有饭不吃？大哥你别生气，我们吃就是了。杨天勇立即屈服，他拿起粥碗喝了几口，把大半留给了2个妹妹。看着弟弟妹们狼吞虎咽的模样，杨天东一阵的心酸。现在还不能把空间里的东西拿出来，要是家里的老太婆闻到，就不好把弟弟妹妹的户口要到自己的名下了。现在大哥想问问你们想脱离爷爷奶奶的户头，把户口过到大哥名下来吗？大哥，真的可以吗？今天只能尽力而为，能过几个过来就过几个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大哥保证在1个月之内把你们的户口全部都弄过来。你们都过来一点，我给你们讲讲等会要怎么说怎么做。2、3分钟后，杨天东支着拐杖来到院子里，立即就引起了个屋子里杨家人的注意。毕竟把他分出家门这件事，事实上是得到了全家人默认的。东娃子，你能够醒来确实是好事，但你被分出家门的事已经白纸写成了黑字，再也改不过来，你又何必去让你爹为难呢？奶奶，我去找爹，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把我小妹妹的救命米粥分给那3个外姓的崽子。小妹已经有2天没有吃到1粒米，马上就要被饿死了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情？四叔他们过分了，怎么能抢小女娃的半碗吊命米汤？东娃子，你可不要张口就来，没得抹黑你爹的名声。奶奶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叫我爹出来对质。爹，你现在就出来明确的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要饿死小妹？
我妈辛辛苦苦的照顾了你16年，她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就容许外姓崽子抢夺小女儿活命的米粥，你对得起我妈吗？老太太在听到杨天东提起母亲的死后，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。她心里虽然在埋怨自己儿子，却始终都没有把怨气转到那3个小孩子身上，因为她知道罗昭娣的亡夫根本没有生育能力，她生下来的3个小子其实都是自己儿子下的种。你说你做什么不好？干嘛要让孩子去吃小妮子的粥？他们仨一人一口就喝完了，有什么用？哼，你要真的关心这个小女儿，当时为什么不阻止？现在遇到事就开始推卸。那现在大小子在外面闹个不停，这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现在小妮子不是还活着吗？你直接出去否认，然后问她想怎么办就行。在酝酿了片刻后，陈定发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门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在这里放什么臭狗屁？刚进家的3个小子根本就没有吃小妮子的米粥，你就直说，到底想怎么样吧？爹，你既然和罗伊组成了新的家庭，而我现在已经立了户头，我就想把3个妹妹都过到我的户头上。当然你老了的时候，我也会帮补你1个月10斤粮和1块钱。你自己都已经残废了，还要养3个妹妹？爹，你就直接回答我愿不愿意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马上就去大队写手续；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就要向大队上反映你们打算饿死小妹妹的事。大队上如果不理，我就向上反映，到时候我还要让他们查一查我妈咋就突然死了。在这饭都吃不饱的60年代，这个15岁男孩却执意要和父亲分家，独自抚养4个弟妹，只因上一世母亲莫名其妙的病亡。第2天，后娘就带着3个男孩进了家门，至此开始了兄妹几人的悲惨命运。此刻，刚刚重生的杨天东拖着断腿在大院里与父亲对峙。爹，你就直接回答我，愿不愿意把他们4个的户口落到我的名下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们马上就去大队写手续；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就向上反映你们打算饿死小妹妹的事，到时候我还要让他们查一查我妈咋就突然死了。东娃子，你妈是病死的，你瞎说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时真正的一家之主爷爷杨孝泽终于现身发话：老4和老5的户口可以过到你的名下，以后他俩由你来养，但是天勇和天梅必须留在家里。你要是接受就按照这个章程，你要是不接受那就随便你怎样。爹，我真的不想和半路进家的野孩子住在一起，我怕他们会欺负我，你还是放我跟大哥在一起吧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好好的在家里待着，把3个弟弟照看好，再过几年给你相看一个好人家嫁出去，那时候你就轻松了。爹，你不放我跟大哥走，那也就不要怪我把野孩子照顾不好，有个闪失可别怪我。竟然敢威胁我，我现在就收拾你！见状，杨天勇闪身挡在了妹妹面前。爹，你收拾我们不敢还手，但是你怎么收拾我，我就怎么加倍收拾那3个外姓崽子。那我今天就先收拾你。杨定发被杨天勇的话刺激的眼睛充血，心下一横，真的打算收拾杨天勇。爹，如果你真把天勇打坏了，公社把你抓走就一了百了。奶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难道真要看着我爹犯错误吗？还有罗伊，难道你愿意再失去一个男人？王熙平和罗昭娣也发觉事态严重，赶紧冲过来拉住杨定发。老4，你要干啥？当家的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你不要忘了，你又不止这一个儿子，屋子里还有整整3个啊！你千万不要把自己赔进去了。你告诉我，你以后不会动你3个弟弟分毫？爹，只要我不和他们在同一个户口本上，我自然不会动他们。你应该知道我是说到就会做到的性子。那3个野崽子最好别跟我争一口东西，否则别怪我下狠手。这话一出，杨家所有人都破防了。沉默半晌后，一家之主爷爷再次发声：强扭的瓜不甜，既然勇娃子坚持，那就把他分出去吧。爹，2丫3丫没几年就可以出嫁了，那个彩礼钱？彩礼钱我给你。现在我们村普遍都是8块8，3个妹妹我给你30块钱。就你个残废，你连公分都赚不到了。你不用管我怎么赚，这个月都给你交齐就是。那行，等你拿来30块钱，我就同意把他们几个转到你的户头。那我要先把小妹抱走。快走快走，赶紧走，老子就当养了一群白眼狼。杨天东终于抱着五妹回到猪圈，此时的小家伙状态极差，只剩下小嘴巴还在微微的一张一吸。杨天东意念一动，一滴接一滴的灵泉水出现在指尖，滴入小家伙嘴里。在连续吞下20多滴灵泉水后，小家伙的气息明显增强。接下来就是要带着弟弟妹妹们在这个时代好好的生存下去了。大哥，小妹妹这是想吃东西了。现在只能给小妹妹喂点水，希望她能够坚持到晚上，等我们去大队食堂把她的米粥端回来。你们放心就是，小妹一定能坚持到晚上米粥端回来。现在你们先在家休息，我去山上看看。可是大哥，你的腿……没事了，我感觉已经好多了。说罢，杨天东试着将左脚完全放在地上，慢慢的用力，已经没有了之前专心的疼痛。现在还是只能拖着走，不过偶尔触碰一下地面也不会有大问题，这样子勉强可以出外活动了。
虽然空间里有许多物资，但却要找个合适的理由才能拿出来。纪晓芝看着他确实好了很多，便不再阻止。他们向来大哥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来到小黑山下，杨天东从空间取出一架高倍望远镜，架在眼睛上，对着前后左右仔细观察起来。那里是一只野兔，那里是一只野鸡，那只野鸡好像是在窝里，多半是在孵蛋。不多一会，他就大致弄清楚了周边30-40米范围的动物分布情况。这里很多野鸡、野兔和其他小动物，大型动物却是一只都没有看到。他翻手取出上好了弦箭的小型弩，利用弩上的瞄准镜开始瞄准。随着一声轻响，一支弩箭脱弦而出，如同闪电一般，瞬间射穿了肥野兔子。他连忙赶过去将肥兔子捡起来。这里真的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啊！这只兔子的重量竟然接近6斤，比一般的野兔重多了。正要迈步返回时，他忽然又眼前一亮，脚下是一片珍贵草药丹参。再往四周一看，左边10几米处生长着一大堆黄芪，甚至更远处的枯松树上竟然有一些野生灵芝。这山林深处真是个好地方，几步之内必定有宝，也难怪这只野兔长得这么肥。此时太阳都要落山了，天勇和天梅在院子里焦急的来回踱步。杨家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着，他大哥又上山去了，还真是不要命了。这冬娃子真是不吸取教训，都那个样子了还不老实。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呢？难道又出事了吗？我去进山找大哥，如果天黑了我们还没回来，你就去找大队长叔叔。话罢，他发疯一般的跑了出去，只是刚跑了2步，就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前方。大哥，你……这一刻，杨天勇是既欢喜又感到一阵委屈，眼睛不知不觉地红了起来。二弟别这样子，大哥心里有数，绝对不会再出事。你看大哥今天收获可大了。大哥，你心里有数也不行，你的腿好玩之前绝对不准在。哎呀！杨天勇赶忙一边埋怨一边上前接住背篓，然后他的话很快就被背篓的东西堵住。杨家众人也看清了背篓里的东西，一时间全都瞪大了眼睛。冬娃子真的又上山了，这么多野鸡野兔，还弄到了这么多药草，这怎么可能？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60年代，这个男人却带着弟弟妹妹顿顿鸡鸭鱼肉，只因他带着堆满现代物资的空间重生回到了15岁，靠着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线手弩，大山里野鸡野兔和各种珍稀药材都被他轻松收入囊中。此刻杨天东看着狼吞虎咽的弟弟妹妹，不由得开口嘱咐：慢点吃，还有很多，小心噎着。大哥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大哥在山上已经吃过了，这些是专门给你们留的。那好吧，大哥你在山上千万要当心，我们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好，我心里有数的。大哥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们已经好久没吃过肉了。放心，以后大哥让你们顿顿有肉吃，不过这件事要保密，不然奶奶他们知道了，我们可就没得吃了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吃过早饭，小勇跟着其他人一起去上工，而杨天东则背着药草来到公社收购站，一共换到了1块7毛钱，又购入了一些日用品。卖掉药材可以让手里名正言顺的有点钱，这样空间里的东西就能光明正大的拿出来了。离开公社，他再次钻进了小黑山，来到昨天打野鸡的地方，拿出红外望远镜到处观察起来。巡视一圈，就发现左前方的荆棘丛里有一只大野鸡，大野鸡的身下还有一些隐隐绰绰的小红点在动弹。瞧我这是什么运气，刚想圈养野鸡，就找到了这么多的小野鸡。野鸡非常沉得住气，外来生物必须要走到它的身边，它才会突然起飞逃离，这就给杨天东实施捕捉计划提供了十足的可能性。他首先拿出一张大网，将整片荆棘全部罩住，接着拿出一盏功率达到1000瓦、亮度高的惊人的有源射灯，将荆棘丛轻轻地拨开。大野鸡顿感到不妙，想要振翅飞走之时，射灯打开了，刺眼的强光一出现，就让大小野鸡暂时失明，全部不能动弹。杨天东不慌不忙地将野鸡一家子都请进了空间里。回到家，天色已经擦黑，弟弟妹妹一起逗着已经恢复健康的小妹妹。大哥，你回来了呀？回来了。你们今天怎么会下工这么早？大队里地都种完了。对了，大队长说下个月3号起开始交什么公粮。一听到二弟说交公粮，杨天东心里顿时一紧，他记得很清楚。就是在今年交公粮的前一天，各生产队的队长都去公社开了会，然后就带回来2个特别重大的消息：一是社员的口粮不再压在食堂里，而是按照基本份额和工分分配到每个社员的人头上；二是个生产队要将10%的耕地按每家人头数分给社员，允许社员自行耕种。不好，必须要在消息公开之前把弟弟妹妹的户口转过来，一旦被爹知道，后面又分田又分粮，怕是要反悔。接下来几天，杨天东都多背回来一些药草，让杨家人知道他这几天的药草能够卖多一些钱。不过对于给3个妹妹赎身的30块巨款，依旧是杯水车薪。此刻他看着面前走过的人，眼睛一亮，正是他的重点注意对象韩中武。上一世的今天，县城里有一个老婆婆带着孙子出城游玩，然后被一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老狼追上扑咬，危急时刻韩中武救下了他们。那户人家也非常懂得感恩，其后给了他20块钱。所以为了妹妹们的赎身钱，我也只能来结了韩中武的大机缘。等度过了这个难关，我也一定不会亏待他。他立即起身，远远地跟在韩中武身后。果然在要穿过野狼岭的密林时，韩中武抱着肚子就跑进路边草丛，
此刻不远处的老婆婆带着8岁的孙子走进了野狼岭。乖孙，这林子里黑咕隆咚怪吓人的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不嘛，奶奶，这里面好凉爽的。这里可是叫做野狼岭，有吃人的野狼。奶奶，你骗人！我听人家说这里的野狼早就已经被猎光了。小男孩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身后就响起一声低沉的嚎叫。祖孙俩本能地转头一看，赫然发现草丛里真的有一头野狼，伏低了身子，正向他俩慢慢逼近。妈呀，真的有狼！乖孙快跑，奶奶帮你挡着。奶奶跟我一起跑。你这个傻孩子，一起跑就一起跑吧！救命啊！老狼见到猎物转头逃跑，立即追了上去，2、3秒就接近到了合适距离。老婆婆本能地回头看了一下，顿时被老狼满嘴的獠牙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出自本能，她将孙子向前一推，自己脚下一滑，侧歪倒地。这一下竟然让她意外地躲过了老狼的扑击。狼扑击落空之后，本能地选择距离他最近的小男孩作为猎物。苏儿，我的孙儿！孽畜住嘴！正当老太太绝望之时，杨天东举起拐杖冲了过来，瞬间横扫上老狼的腰部。老狼也同时发出一声哀嚎，整个身体被生生扫出去3、4米远，一连砸了7、8下，直到老狼彻底没了气息，他才停下动作，转过身来。身后祖孙2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，旁边还站着裤带都还没拴好的韩中武，呆愣愣地看着他。中武哥，你也来了？天东，居然真的是你！我说你小子行啊，拖着一条断腿也能干掉一头狼。嘿嘿，这位老奶奶，还有这位小弟弟，没事了，野狼已经没气了。小伙子，老婆子祖孙俩今天多亏你救命。哎呀，你受伤了，快过来，让老婆子帮你看一下。奶奶别急，这个伤口很浅，很快就会好，没有多大事。看你这孩子，这怎么能说没事呢？狼爪子上的毒性可是很重的，不行，我必须马上带你去医院看看。只是在看到杨天东拄着一只拐杖，不方便行走后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看向韩中武。小伙子，我儿子是县里公安局长唐先志，你能不能去县里帮我叫下我儿子？在这饭都吃不饱的60年代，15岁的他竟要带着弟弟妹妹分家另立门户。为了凑够赎回妹妹户口的30块，他每天都拖着断腿进山打猎，山里有数不清的猎物和珍稀药材。可是对于30块巨款，依旧是杯水车薪。然而就在今天，杨天东竟在野狼嘴里救下了县公安局长的母亲和儿子。妈，小子，你们怎样了？你总算是来了。今天我和小子差点就去见你爹和唐家的列祖列宗了。您先别哭了，咱们还有救命恩人没感谢呢。对，小伙子你过来，这是我儿子唐先志，我得让他好好感谢你。老夫人您客气了。唐局长你好，我叫杨天东，是红星公社黑山大队的社员。小杨同志，我真心感谢你救了我母亲和儿子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请你述说一下当时的经过？当然方便。唐局长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杨天东开始有条有理地讲述起来，老太太不停地点头。唐局长，我可以保证天东兄弟讲的都是真的，因为我拉肚子正蹲在草丛中，当时我提起裤子就往这边跑，可还是慢了一步，眼看老狼就要扑中小弟弟，这时候天东兄弟跳出来，一拐杖就把老狼打得无法动弹。你看天东兄弟的手也被老狼抓伤了。唐先志没再说话，而是从兜里掏出一把钱票，然后看向韩中武。小韩，虽然你没有赶上救我儿子，但你毕竟还是冲上去了，这份情我必须得领。这2块钱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拿去自己随便买些东西，我先带着小杨去医院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，韩中武紧张的结结巴巴。谢谢唐先生。唐先志随即一摆手，2名随行人员立即上前抱起野狼，一群人向着公安大院赶去。路上，在老太太强烈的要求下，杨天东已经将她改口为奶奶，叫唐先志为唐叔，也拒绝了去医院检查伤口。我这腿伤在灵泉水的滋养下都快痊愈了，医生一检查还不得马上露馅。小东，这头狼是你打的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它？还请唐叔指点一下。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卖给我们食堂，这样你也不算是投机倒把，而且价钱上绝对不会亏了你。这时，扛着狼的年轻人眼睛顿时一亮，毕竟这年头物资奇缺，哪怕是他们公安平时吃粮都只能吃个大半饱，这头差不多100斤的狼也够他们解馋了。唐叔，那我把它卖给你们吧，至于价格让他们随便给点就行，不需要特意照顾。小东，你有觉悟是好事，现在肉食紧张，并且狼皮也具有很大价值，我就让食堂按照1斤活猪的价格收吧，这样也不算占了你的便宜。唐叔做主就是。那行，小万你现在就把这头狼扛去食堂，小胡和小蔡帮着把天东扶到医务室去处理一下伤口，然后再把他送到我家。唐叔先去上班，让奶奶在家招待你。
另外，我已经让人通知了你元倩阿姨，她很快就会回来。唐先志家的客厅里，杨天东最终没有拗过元倩的好意，收下了一堆糖果、地瓜干和钱票等感谢礼物。元姨，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这些我都已经受之有愧，万不能再收其他东西了。而且我有件事情想要请堂叔帮忙。天东，你要托我办什么事？之前我只是听说办理户口要到局里，却不知道具体怎样办，所以才不得不麻烦堂叔。只是办一个户口本，这是你自己找户籍科就行。不对，你才15岁，还身体不便，怎么就立户了？堂叔，这件事是我家里的丑事，本来我是不想说的，可是我就简略说一下吧。杨天东略略犹豫了一下，叙述出这段时间以来的家庭近况。听完他的讲述，老太太情不自禁地抹起了眼泪。我可怜的冬娃子，你那奶奶和父亲都不是个好的。先知，这事情你可一定要办好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天东啊，你家里的事情我不好多言，而且在事情没有闹大之前，我也不好插手。户口的事情你放心，只要有大队证明，我亲自给你办好。闻言，杨天东立马起身给他敬了礼，随即从自己背篓里翻出3朵碗口大的新鲜灵芝。堂叔，您能帮忙把这2朵灵芝卖给需要它的人吗？我需要换成钱来把妹妹的户口买回来，剩下这朵是我孝敬给奶奶的。闻言，所有人眼神一亮，他们不是不识货的人。这3朵灵芝色泽纯正，品相完整，是很少现世的松枝，年份恐怕都超过了100年，已经称得上是宝中之宝。这样的灵芝需要它的人可是太多了。好，天东你放心，这东西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堂叔成了你的情，以后别客气，常来家里坐坐。下午，黑山村的晒场上，韩中武不停地挥舞那张2元钞票，讲述他今天上午的经历。你们可是不知道，别看天东兄弟拖着一条腿，他可是厉害的很，一下就把老狼打得飞了出去。你什么都没做，就得了2块钱，那冬娃子岂不是要得到更多？那是必须的，我估计天东兄弟今天中午不仅要大吃一顿，还至少能拿到10块钱。你们看，那边刚进村的是不是冬娃子？闻言，众人立即动身，浩浩荡荡地朝着村口跑去。不多时，又神情兴奋地簇拥着杨天东走回来，目送他走进杨家院子，然后守在外面看热闹。爹，我找你有事。大小子，你找老子有什么事？当初我俩有约定，只要我能给你30块，你就同意把3个妹妹的户口过到我名下，以后也由我来操持他们的终身大事，你没有忘记吧？有这回事吗？我怎么不太记得了？